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吉尔。在这个文化鼎盛的时代，让我们勇敢闯，勇敢爱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严青瑜。爱情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用完美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不完美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。这个爱情有没有完美哈，严老师？我就觉得我们真诚的去相爱，爱就是美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爱要立足于现实，不能回归于现实的爱都是空中楼阁。大家好，我是曲伟。爱是不言中的心有灵犀，也是细微处的温暖贴心。小雨31岁，来自辽宁，房产销售。小赵30岁，来自河南，房产销售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最受不了对方什么？是他受不了我，天天瞧不起我，不把我当回事儿。我不就离过婚吗？那我活该就低人一等吗？我受不了他的虚伪欺骗，他浑身都是嘴，总有理。我俩在一起很煎熬。你俩对未来有什么期待吗？只要他能改变对我的态度，不要总是得理不饶人，那我们俩肯定是有未来的。我现在很迷茫，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，也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应该继续还是终止。哎呀，迷茫了哈。这个女孩是就还没结过婚，对，男孩是有过一次婚姻是吧？对，我有过一段，因为我今年31，那是我23岁前，都已经8年了，而且是3婚3离的，相当于。你女朋友是因为这个老嫌弃你吗？对，就是因为这个老嫌弃我，就现在就感觉我就不是女孩很低他。哎，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人家就是离过婚的呀，你要嫌弃别跟他好呀。他刚开始交往的时候没跟我说这回事，是交往了半年之后才告诉我了。我就感觉他是骗我的，这个就成为了我心中的一道坎儿。然后我就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感觉很别扭，无法相处。因为刚开始属于咱俩之前是一个单位的，他也是给我买水买早餐，挺关心我的。完事1个月之后，我也向他表白了，咱俩就在一起了。完半年相处的也挺好的，我也想娶她，但是我就因为我有这个情况嘛，当时要告诉他，他肯定不能同意啊，我也不想错过他，所以我就想半年之后我再告诉他。那我要不想跟你在一块儿，那我半年之后我跟你分手好不好啊？我不想在一块儿了，我不啥也不告诉你，我也不隐瞒我婚姻事实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，所以我才隐瞒，这属于善意的谎言嘛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这如果你这个谎言获益者是自己，那就是恶意的谎言；如果这个谎言的获益者是对方，那才叫善意的谎言。我告诉他，他也没获恶呀，而且我也没有孩子。你获益了呀，你骗了人家半年。如果你一开始告诉他你结过婚，人家不跟你好了呀。所以你先得承认你确实犯错了，骗了人，咱得面对事实吧。对，你到现在都不承认，他可不是这事儿过不去。所以说，就是因为这事儿，我告诉他之后，就越来越对我差劲。我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。他之前搁燕郊买一个房子，因为那是2手房嘛，装修也不太好，他想往出租。我就想，咱也搁北京，那房租也挺贵的，那燕郊离北京也挺近的。我就寻思，我去跑个装修，直接把房子装好了，咱一起住不挺好吗？一省个租金。完我为了这个房子的事儿，我把工作我都不干了，我特意又去跑装修公司大夏天，完我还去建材公司筹材料。不是，事情根本就不是像他说的那样。当初他辞职是因为和老板闹掰了，他一心想自己创业，然后自己又势单力薄的，没有什么人脉，就是天天在家闲着没事干，然后现在房子一点土都没动，还是那样没装。那大夏天的，是不是我出去又跑？我也想动啊，我不没钱吗？哎，不是小伙子啊，我们都装修过房子，不用辞职啊，你别拿这个当幌子骗姑娘啊。对，我们在这确认一个事实，你到底是被开除的，还是因为装修房子辞职的？我是跟老板有别扭，完事顶嘴了，完事就不干了。行了，认了啊。这不干了，辞了职了也没装修啊。那不需要钱吗？我兜里也没钱呢。那他房子也不是我房子啊。你不是要住吗？那我住，我给他拿房租行吗？你先把装修的钱拿来呀，房租事后边再说。那装修也没结婚，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呢。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房子，我老家我沈阳有房子，那他也不去沈阳，他就想搁北京。我也不可能去河南那么远，我父母也60多岁了，要70了。不是，他本来就是拿这个装房子为借口，非得让我出钱，然后我为啥不给他钱呢？就是
之前他骗过我一次，我就对他无法再信任了，因为之前他朋友有事儿管他借2万块钱，他手头紧没有，就管我借了1万块。然后过了1、2个月，我就问他这回事儿，他说他朋友一时半会儿还不上，大不了他以后挣钱还我，就没下文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事不太对劲儿。有一天我就给他朋友打电话，才发现他拿这个钱去自己创业了，还创业失败了，最后血本无归。他天天不务正业，还骗我。我自己拿去创业了也叫骗吗？而且我就管你要1万块钱而已，我自己拿了大头。我为什么想创业呀？我创业不就想为了多一个生活吗？那各位老师，男人不都有一个创业心吗？谁能100%都成功？你别拿女人的钱创业啊！我确实是创业了，我没干别的事儿。那你确实是骗人家说借朋友钱呀？你没说实话呀？咱把这事儿给认了，是不是没说实话？是认3件事了啊！但是后期我还他了，不是还不还的事，是他当初这个借口。让我以后怎么信任他呀？你都不信任他了，你就跟他分手就完了吗？但是平时相处不是他也有好有坏吗？有时候相处他还挺开朗，然后也挺有意思，感觉分手的话还不太舍得。那现在呢？你们现在日子怎么过？他上班了吗？有班，赚钱了，1万左右啊，那也可以啊。所以说有这事儿我就让他相信我嘛，我就把钱全给他了，我完绑的他的亲属卡。但是1个月就给我500块钱，那我都30多岁大男人了，500块钱够干啥的呀？出去晚上都不敢跟朋友聚会，都影响我社交都，烟我都不敢抽。女生咋就给人500啊？那工资卡本来就是他自己主动给我的，现在又拿这个事儿找我茬，我又没有花他钱，我这是替他保管。那500也不少了，平时那个买菜生活费都有，这500块钱就是零花钱，他还买啥呀？需要买啥？那你知道那是首都，那是北京，它不是农村。500块钱够干什么的？一天不到20块钱。是我早饭搁家吃，晚上回家也自己吃。我午饭现在都不敢吃都，那抽烟呢，喝酒呢，晚上聚会呢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花什么他都具体问干什么了。就3块钱，我就喝个可乐，他就问我3块钱干什么了？太压迫了，太窒息了我。我跟你讲，小伙子，这就是种什么因结什么果。对，你当初骗了他，你不说善意的谎言吗？结出的就是这恶果呀，他不相信你了呀。所以我就认为这事儿实在是没法，他也不给，看的也紧，我就给他妈打电话了，我就说妈呀，我跟你都叫妈了，你见过人家吗？没呀。那你再吓着人家。男人不得嘴甜点吗？这不叫嘴甜，我的天哪！我说妈，我说我跟小赵也处挺好，处2年了。咱这边我也想看看你二老，但是属实路途比较遥远，而且我也想跟你二老买点东西，营养品啥的。那属实就是钱有点缺那么一内内。他妈还挺好，直接又给我转500块钱。完转500块钱，我也是花在他身上，他就说我跟他妈告状。说他的不好，完他妈给他妈一顿赖我就觉得这事我没做错，搞得现在我妈也不理解我，然后她也说我。哎，他是那种理直气壮的告状，还是装穷装苦装受欺负？反正他也不知道怎么哄骗我妈的，甜言蜜语，油嘴滑舌。哎，你总结挺到位啊，我觉得你特了解你男朋友，甜言蜜语、油嘴滑舌、骗人是吧？对，虚伪。我怎么就虚伪了？哎呀，那我跟你妈都好好打电话，那他怎么对我妈的呀？你说说。因为我父母都要70了嘛，65、6岁，我爸有那个股骨头坏死，北京不手术好嘛，找的医院，完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，完因为刚做完手术他也动不了，得搁北京待一段时间。我也不想让老两口自己住宾馆呢，所以咱不正好搁北京住吗？我就想把我父母就接过来一起住了。我就跟他说了，一个是我妈做饭什么都挺好吃的，而且我妈还能洗洗涮涮的，还能照顾一下家，而且给咱俩分清一点家务，能让你好好上班啥的。这当时答应的可好了，那来了就全变了，跟我妈鼻子不是眼睛不是眼睛的，就拉了个脸，问她吃啥也不说。完我就按我的喜好，按她的想法告诉我妈买什么。我妈跟她说话，她也不说。本来那房子也小，早上的话我就是先紧着他父母上厕所，然后搞得我时间也挺紧的。然后后来就是他妈妈做饭。用钢丝球把那个电饭煲的涂层给刮坏了，他就说二老都是从农村过来的，给你干活就不错了，你还挑3拣4，我就感觉挺委屈的。那你委屈我还委屈呢？那老两口能做多长时间呢？满打满算就因为他的事儿，电饭锅的事儿，第2天直接就回去了。我妈也看出来了，晚上就吵架了。你别看他台上说话就不敢说，就装好人就。哎，我总结一句：人狠话不多，动不动就砸锅、抄家伙，那砸的全是，我都有证据。来，看着没？电饭锅马勺，这酱油、醋啥的，还有这屋里这抽屉什么衣柜啥的，全拆了。这是他砸的吗？
对呀，砸的呀。发脾气的时候原地砸的，朝你砸的呀？那都没朝我砸，往地下砸的。他就是恶人先告状，又不是全是我砸的，我就砸了一个锅，剩下都是他砸的，他还拿来说事儿。我是有气，但是他也不上来安抚我，他也冲我一顿吼，然后还砸锅。说实话，当着老人的面啊，就是你甩脸子或者不满意，真的不应该。没有特意的甩脸子，我就是想着上班也挺累的，回家就是休息的，是吧？然后也没有说特意的去表演、去伪装。你可不就得刻意的表演？你这未来的公公婆婆来了，你不得装一装啊？再累也得好言好语说上，好吃好喝供上呀。你俩也真是一种人啊，就特别的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骗了人觉得我没错，给老人拉了脸了，说我就不想装。再说说吧，都成这样了，砸锅砸家具的，这咋还过着呢？肯定是好的大于不好的嘛，所以说这么坚持下去。因为年龄也大了嘛，我父母也比较催得急，因为没有什么原则性错误嘛，所以我就也能继续下去，也能忍受。但是他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原则性问题啊，我就很迷茫。就是最近老不爱回家，最近就天天的就是老说啊，我跟朋友出去吃饭了，下班晚了，完溜达到9、10点钟，10点多了，我说你还没回来，我去接你。他说不用啊，我搁朋友家住了，同事家住了，朋友家离单位比较近，省着我还得早起。没有，我本来这边的朋友也特别少，好不容易这边新来了一个同事，我们玩的挺好的，就出去约着逛街，逛挺晚的，然后就想着懒得回家了。不，你是偶尔一次没回家，还是老不回家？他说你经常夜不归宿。哪有经常？就是几次？那一周得有3次吧？那7天3天还不行？你认识他那个同事吗？之后见过啊，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同事。因为我去他公司那啥找了，他为这事还专门跑我公司问问这个女同事，问问那个男同事，搞得现在我就成了公司的焦点人物，对我议论纷纷。问啥呀？我就问是你跟他出去吃饭的吗？你是挨个问吗？对呀，因为我爱他呀。哎，你俩真是哈，就这份情感让你俩其实一点都不给对方，也不给自己任何面子尊严，怎么就处成这样了呢？感觉俩人都不要尊严。我不是不要尊严，你还要啥尊严？爬着单位一个一个问，都是手机不离手的人，他不回我消息，他问我什么，我都实时告诉他，我去哪吃饭，我都拍照告诉他，到哪我都给他打卡录视频，几个朋友，我都这么跟他报备，他什么也不说。我每次出去的时候跟他说，然后不回去的时候也跟他说，那他隔几分钟就问我一遍，我出去玩的哪有时间回他消息？那人也应该有一点自由是吧？他老是管着我，就是控制欲那么强，就极强的。在家你们俩谁干活，谁照料这个家？那肯定是我干呐。啊，干得好吗？偶尔也犯错，那人不能100%不犯错呀。还犯错了？犯啥错了？就有一回我下班早，完了他下班比较晚，我就下去买菜，完了做，完了正好衣服也没洗，家里也挺脏的，我就给洗涮，完了拖地，完了电饭锅插上了，电源就没摁，忙活忘了。完了后边他回来之后，我把菜都端上了，衣服也洗完了，也晾完了，就电饭锅那个饭没整，他就急眼了，他就说我故意饿他。那我要故意饿你，我直接我饭不做好不好？菜我都不做了。他就是不细心，上了一天班，我特别累，也没吃好饭。特别嘱咐他，就是说你做好饭。谁知道我回家一看，米是米，水是水，然后我就觉得他是故意整我的，并且就是不是只发生了这一件事，就是我之前出差1个星期，就出差之前我就跟他说，那洗衣机里的衣服要洗好，你帮我挂起来。然后他答应的好好的，等到我下次回来一掀开那洗衣机，才发现那衣服还在里面，都长毛了。这不就是故意整我的吗？那是忘了。我干什么都是故意整你呢，我都说了，饭没做我下去给你买，或者是咱耽误半个小时，咱先吃菜，对不对？哎我就是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，也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。我这2年当牛做马都捂不热你的心，就感觉我那什么就低人一等。那还有女的找2婚3婚的呢，对不对呀？你咱不强调这事儿，哥们儿，我觉得你挺好的。你看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除了最初的欺骗。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，而且嘴有点贫。除了这之外，我真觉得你挺好的。不是，你看他就是在外面表现的挺会装可怜的，其实他私底下脾气特别暴躁，控制欲特别强。那你们俩是谁要到这儿来了？是我呀，我想奔好好发展，我就想你说说他，骂醒他，别老瞧不起我。咱俩，你要是转变对我的态度好好的，咱俩还能继续，咱俩也能走入婚姻殿堂，我也能给你办婚礼。你觉得他瞧不起你，就是因为你是2婚？我感觉就是这个节点之后，完全就是慢慢就变了。哎，前半年挺好。姑娘，你是瞧不起他吗？
我是觉得他做事儿不靠谱，也不务正业，天天有时候也挺闲的，然后花钱也大手大脚。如果他以前花钱大手大脚，这是他的毛病，但是他服管啊。现在1个月你不就给他500吗？他也申诉到我们这儿，不就多想1个月多要300块钱吗？多要300够吗？500吧。他起码服管吧。他要的话，那给他呀，反正是他的自己的工资。我觉得小伙子啊，你一开始是隐瞒了婚史，有错在先，对吧？你创业骗人家说是借朋友钱，也有错在先。但是按理来说哈，女方既然给了男方机会，给他改错的机会，他改了以后你就得原谅他。你要一直揪着这事儿过不去，那干脆咱就一拍两散。这是我的感觉啊。老师们什么建议呢？我其实觉得你俩可以再互相折磨一段时间，因为你们俩感觉痛点跟嗨点刚好都在彼此的点上，都可以正中对方的心巴上。而且这个小男孩确实说话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这人谈恋爱还是可以谈的，但你要结婚吧，我觉得就再想想，因为他确实不是很成熟。然后他考虑问题的方式，你不是以你们两个共同建立一个家庭为目标去考虑问题，你更多的是想我要怎样。确实没有感觉到你对于女生应该有的一个关爱和包容。那女生换句话过来讲，我觉得她不爱这个男孩子呀。你看一个人爱不爱你，你要看的是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对方是怎么处理的，包括他如何对待你的双亲，这个我觉得也极端重要。包括你像他经常不回来，你也不用去迷茫或者怎么样，他不回来说明外面有比你更吸引他的事情和人嘛，这就是事实。你没有那么吸引他了，你尽早认清楚这个现实。如果你现在你们俩任何有一方说我现在真的是想要往结婚去走的话，我觉得你俩其实不是很合适。其实爱情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互相诚实。你因为这个犯的是这个致命的错误，所以现在你怎么做，这个女孩都不会相信你，因为现在是在内耗，都在互相浪费自己的时间。信任非常重要，婚姻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觉得你们俩就分手吧。我觉得你们俩关系非常的不健康。我认为不健康的关系它存在，就是因为彼此在这种伤害当中找到了一种存在感，它不是情感。你们这叫错付，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错付在一段不健康的关系当中，是要在当中找平衡，找什么刺激，还是找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在找什么，但我看到的是对2个年轻人的消耗和折磨。女生，请问你为什么能够跟男朋友相处到今天这样？你自己没有责任吗？你在半年之后就发现他是一个你不会再信任的人，为什么一直留在他身边？这不是折磨自己吗？你到今天你也没有相信过他一丝一毫，他就给你忘了煮米饭，你能气成这样，说你故意害我，至于吗？所以咱们能不能放掉这样伤害自己伤害对方的这种关系，何苦为难自己呢？男生你不要老油嘴滑舌的，咱坦荡的生活，有一是一，有二是二，去认真生活，认真工作。你也离开这段关系吧，你去寻找一下属于自己的人生，这才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。我冷静地看着他身上所有的缺点，但是不分手，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的呀。我之所以说你为什么2婚你不上来就跟我说，因为这是道德制高点呀。我站着道德制高点，冷静地看着他的缺点，因为这个人就是我选的呀。这女孩都明白，但是我就是不分手。我半年就知道，你最开始没告诉我你2婚，我半年的时候我就知道，为什么我2年没跟你分，这就是我要的呀。你男朋友身上有任何原则性问题吗？我就感觉他欺骗我这个点。注意，他欺骗你什么了？就那一次。还有就是借钱，他还没还？还了。还了，所以他没赖你的账。他在经济上服从你管理吗？他抗议。对，他服从，不然他用不着抗议。所以啊，他来这儿无非就是想1个月500块钱零花钱，你多给我俩。你说他烦人，他是油嘴滑舌，但你刚才也说了，他有意思。他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吗？似乎是没有。哦，原来没有。原来没有原则性问题，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凭什么接触了半年你才告诉我你2婚？这事儿咱们念到1年半了，如果咱们想占一个优势，想找一个道德制高点，咱们能不能1年半了换个新的事儿？还有一点，他呢
是惦着跟你把日子过下去。为什么？他一心想跟你论对错。咱们俩吵完了，扔了东西是吧？我拍张照片，为什么？下回再吵的时候我拿出来，咱俩到底谁不对？一个还惦着跟你论对错的人，这人他对这事儿当真，不然的话我哄你不就完了吗？要分就说要分，咱别往对方脑袋上贴一个你骗我，咱不至于这样，因为他没骗你也1年半了，对吗？知道他为什么他们俩分不开吗？因为你们俩特别像，不自信。男生之所以隐瞒那段婚事，觉得在感情当中这是一个污点，你错了。谁没有感情经历，谁没犯过错？你因为不敢正视这个问题，所以你采取了隐瞒，不自信。明明是被老板开掉的，却说自己是辞职，工作上不自信。那为什么你把这些自己工资卡上交呢？你想找一份安全的港湾，你认定他是一个可以值得信赖的人。女生同样也极大的不安全感，只有不安全感的人才试图去抓紧这段关系，掌握这段关系的控制权来给自己安全感，对吗？对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之前是网恋，没有什么结果，对方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就分手了。所以你觉得是被对方掌控了这段关系，自己失败了，所以你试图掌握这段关系，你站在高位，所以你就抓到了一个理由，就是他隐瞒的那第一次，然后你去找他生活当中所有的细节来证明他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，我必须得管他。对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经得起对方审视的眼光去看，没有完美的人。如果你对待这段关系或者说对待自己不自信的话，这段关系永远不可能健康的发展。努力一下，改变我们相处的方式，把自己的那个不安全感放掉，我们去正视对方，关注他的缺点，同时也要关注他的优点，这样你们关系才能有可能进一步，否则就一定是分开。是要调整状态，关注对方，还是说遵从内心，我们就此放手？你们去思考一下啊，看看这对年轻的情侣做出怎样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，请开门。是我的意料之中。这应该没有吧？没有，没出来，没有，没有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真的，要不他们内耗。不健康的关系这么别别扭扭在一起，其实对各自的人生都没有什么好处。对，我们其实相爱，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纠缠，但是如果这个纠缠得来的是一个我们彼此成长、彼此滋养的这样一个未来，值得纠缠。没错。但如果不值得的话，不如早点放手，各自去寻找自己能够成长为更好的那个自己的关系。没错。希望他们幸福吧。好，那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爱情保卫战再见啦，拜拜。